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重点摘要：英伟达投资诺基亚，旨在引领6G 通信并对抗华为。美国和中国就稀土供应和芬太尼关税达成一致。特朗普和习近平同意放松贸易措施，促进美国农产品出口。俄罗斯在德国采用与伊斯兰国类似的混合战争策略。Adobe 和 Google Cloud 合作，推进创意工具中的人工智能发展。欧洲中央银行开始为数字欧元做具体准备。加拿大牵头举行7国集团关于关键矿产联盟的会谈。中国承诺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美国农民对中国承诺购买大豆表示欢迎，但持续上涨的成本仍然令人担忧。中国向印度公司发放稀土磁体进口许可证。参议院投票决定终止特朗普对100多个国家征收的全球关税。中国向俄罗斯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影响美国在乌克兰的利益。像 ChatGPT Atlas 这样的 AI 浏览器挑战了谷歌的垄断地位，并可能改变我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据法国快报报道， OpenAI 在10月21日发布了首款 AI 浏览器 ChatGPT Atlas， 直接向谷歌 Chrome 发起挑战。这款浏览器把 ChatGPT 完全融入了上网体验，每个网页右上角都有一个询问 ChatGPT 按钮，点击就能在侧边栏唤醒 AI 助手，帮你总结文章、回答问题，甚至代替你预订机票、填写表单。跟传统浏览器不同的是， Atlas 会记住你的浏览习惯，越用越懂你，这让谷歌感到了威胁。Atlas 发布当天，谷歌母公司股价就跌了 2%。要知道 Chrome 浏览器全球有30亿用户，搜索引擎更是谷歌的摇钱树，而 Atlas 这种直接用 AI 回答问题的方式，可能让人们不再需要点击广告链接。这会对搜索引擎的未来格局带来什么颠覆性改变？科技分析师认为 ，AI 浏览器可能终结点击蓝色链接的时代，未来人们会直接跟浏览器对话获取信息，这将重塑整个在线广告产业。科学家研发出用于声带重建的 3D 打印机。据希腊记者报道，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科学家在10月29日发布了一项突破性成果，他们研发出世界上最小的 3D 生物打印机，打印头直径只有 2.7 毫米。专门用来修复受损的声带。这项技术解决了一个困扰医学界多年的难题，很多人做完声带手术后会出现疤痕硬化，导致说话困难。全球约 5% 到 18% 的患者都有这个问题。这台微型打印机能通过患者张开的嘴巴，在显微镜引导下，精准的把治疗用的水凝胶打印到声带受损部位，帮助组织重建，就像给声带打补丁。研究团队已经在模拟声带上成功测试，打印误差不到 1.33 毫米。这项技术能为多少失声患者带来重获新生的希望。医学专家指出，如果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顺利，这项技术不仅能大幅降低声带手术后的并发症，还可能应用到其他内脏器官的修复，为精准微创手术开辟全新方向。OpenAI 在台湾、泰国和越南推出 Sora AI 视频工具。据联合报报道， OpenAI 在10月30日将其 AI 视频生成应用 Sora 正式推向亚洲市场，台湾、泰国和越南成为首批上线地区。这款应用9月在美国和加拿大上线后，仅用5天就突破100万次下载，比 ChatGPT 当年还快。Sora 2版本的视频生成能力大幅提升，能根据文字描述制作出以假乱真的视频片段，甚至可以把你自己的脸和声音放进 AI 生成的场景里。为了庆祝亚洲上线， OpenAI 还特别制作了 CEO 山姆奥特曼用台湾腔国语、泰语说话的 AI 视频。不过，这个应用也引发了版权争议。2周前，日本政府就要求 OpenAI 必须事先征得版权所有者同意，防止未经授权使用动漫等创作内容。这种 AI 生成视频的泛滥会对原创内容产业造成什么冲击？数字版权专家警告，随着 AI 视频工具普及，网络上会充斥大量 AI 合成内容，不仅可能侵犯创作者权益，还会让真假信息更难辨别，急需建立更严格的监管机制和水印标识系统。英伟达投资诺基亚，
旨在引领6G 通信并对抗华为。据雅虎日本报道，英伟达在10月28日宣布向芬兰诺基亚投资10亿美元，占股 2.9%， 双方将联手开发6G 网络技术。这笔投资背后藏着更大的野心。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发布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要让美国重新夺回电信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这话听起来就是冲着华为来的。过去10年，华为在 5G 领域占据主导，让美国在通信基础设施竞争中节节败退。如今英伟达压住诺基亚，想用 AI 技术改造无线网络，把每个人的手机变成移动 AI 数据中心。消息一出，诺基亚股价暴涨 22%， 创下10多年来新高。这场6G 之争的实质是美国试图在下一代通信标准制定中扳回一城，避免再次落后于中国。这场科技冷战会如何重塑全球通信产业的势力版图？电信行业分析师指出，6G 预计2030年商用，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控制了未来数字经济的命脉。英伟达此举标志着美国政府不再仅靠制裁打压华为，而是投入真金白银培育替代方案。这场技术主导权争夺将持续整个2020年代。5. 美国和中国就稀土供应和芬太尼关税达成一致，特朗普和习近平同意放松贸易措施，促进美国农产品出口。据奥地利日报报道，特朗普和习近平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举行了近2小时的会晤，达成了一系列缓和贸易紧张的协议。美国立即将针对芬太尼问题的对华关税从 20% 降至 10%， 使中国商品总关税率从 57% 降到 47%。作为交换，中国承诺加大力度阻止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并暂停实施稀土出口管制1年。要知道，稀土是制造电子产品和军事装备的关键材料。中国此前收紧管制让美国很头疼。此外，中国同意恢复购买美国大豆等农产品，这让几个月来颗粒无收的美国农民终于松了口气。特朗普评价这次会谈非常棒，并说自己明年4月将访华，习近平随后也会回访美国。这种交易式外交能否真正解决两国结构性矛盾？国际贸易专家警告说，过去几年中美达成过多次类似协议，但中方常常承诺多，兑现少。这次稀土管制只暂停1年，明年还得重新谈判，而且核心的技术出口管制和台湾问题根本没谈，这更像是暂时休战而非真正和解。6. 俄罗斯在德国采用与伊斯兰国类似的混合战争策略。据欧洲新闻网报道，国际反恐中心最新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俄罗斯在德国和欧洲使用的混合战争手段，跟当年 ISIS 的套路惊人相似。俄罗斯情报机构专门招募那些社会边缘人群，往往是有犯罪前科的俄语移民，让他们在欧洲搞破坏，包括纵火、偷拍军事设施，甚至邮寄炸弹包裹。这跟 ISIS 当年招募欧洲罪犯发动恐怖袭击如出一辙。德国总理梅尔茨10月在政府声明中公开指责莫斯科对西方发动混合战争。自2022年乌克兰战争全面爆发以来，这类事件激增了 86%， 仅2024年就发生了110起与俄罗斯相关的破坏活动。德国、波兰成了重灾区，区别在于，当年大家都同意 ISIS 是邪恶的，但面对俄罗斯，西方反应却模棱两可。很多人不愿把这些行为直接定性为恐怖主义。为何欧洲对俄罗斯的混合战争缺乏有力反制？反恐专家分析认为，因为俄罗斯是主权国家而非恐怖组织，欧洲担心强硬回应会升级为真正的军事冲突，但这种犹豫恰恰给了莫斯科可乘之机。如果不建立统一的应对机制，欧洲内部安全将持续恶化。7. 特朗普将矛头指向委内瑞拉毒品贸易，加剧了与马杜罗的紧张关系。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正在以打击毒品为名对委内瑞拉发动一场准军事行动。10月以来，美国已在加勒比海击沉至少10艘所谓毒品船，造成43人死亡，还派出包括核潜艇在内的1万名士兵和10艘军舰封锁委内瑞拉海岸。特朗普甚至授权中情局在委内瑞拉境内采取秘密行动，并威胁直接军事打击。他指控马杜罗是全球最大毒枭之一，2020年就以贩毒罪名起诉了他。
但事实却很尴尬，美国缉毒署自己的报告显示，84%的可卡因来自哥伦比亚，压根没提委内瑞拉，而且美国芬太尼危机主要靠墨西哥陆路走私，跟委内瑞拉关系不大。马杜罗怒斥这是编造虚假战争，真实目的是政权更迭，夺取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连美国专家都承认，如果真想打击毒品，委内瑞拉根本不是重点目标。特朗普的军事冒险会把拉美拖入什么样的动荡？国际关系学者警告，美国正在用反恐战争的法律逻辑包装政权更迭行动，这种做法违反国际法且后果难料。委内瑞拉推翻政府并不容易，强行干预可能引发地区连锁动荡，重演当年伊拉克式灾难。8. 为应对家庭债务问题，自2026年11月起实施的新规将取消自动透支，并限制分期付款。据法国巴黎人报报道，法国政府9月通过法令，从2026年11月20日起对银行透支实施史上最严新规。新规最大的变化是，透支不再是账户默认功能，而是需要像申请贷款一样走正规流程，银行必须评估你的还款能力，明确告知利率和费用，还得遵守高利贷上限。这意味着以前那种账户自动允许透支几百欧元的便利时代要结束了。对于超过200欧元的透支，银行会像审批房贷一样严格审查你的收入、支出和信用记录，可能还会套用月支出不超过净收入 30% 的规则。调查显示， 36% 的法国人去年至少透支过一次， 8% 的人每月都透支。新规是为了落实欧盟2023年消费信贷指令，目的是防止过度负债，但也有人担心这会让低收入家庭更难应急周转。这种保护式限制会不会让穷人更穷？金融专家指出，新规虽然能减少债务陷阱，但也可能把经济脆弱群体推向更危险的高利贷市场。关键在于银行能否提供替代方案，比如小额应急贷款，否则底层民众遇到急用钱可能走投无路。9. 研究发现，气候变化是导致印度2024年1/3热浪天气的原因。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医学权威期刊《柳叶刀》最新研究震撼发现，印度2024年经历的热浪天数中，整整1/3是气候变化直接造成的。具体来说，印度去年平均遭遇 19.8 天热浪，其中 6.6 天根本不该发生。如果没有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的话，这些致命高温导致印度损失2470亿小时劳动时间，经济损失高达194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建筑行业的户外工作者。更可怕的是，全球因高温死亡人数比1990年代增加了 23%， 每年约54万6千人丧生。世卫组织官员直言，气候危机就是健康危机，每升高1度都要用生命和生计来偿还。印度本来就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今热浪频率和强度还在持续加剧，到本世纪末可能有10亿人受到热应激威胁。这场慢性灾难将如何改写南亚数亿人的生存命运？气候科学家警告说，随着全球变暖加速，印度这样的热带人口大国将首当其冲，农业减产、用水危机、疾病传播都会恶化。除非各国大幅削减化石燃料排放，否则南亚可能在几十年内出现大规模气候移民潮。10. Character AI 限制18岁以下用户访问 AI 聊天机器人。据法国世界报报道， AI 聊天平台 Character AI 在10月29日宣布了一项震撼决定，11月25日起将完全禁止18岁以下用户与其 AI 聊天机器人进行开放式对话。这家公司此前已因至少2起青少年自杀案件被起诉。一名14岁男孩去年在与平台上的 AI 角色建立恋爱关系后自杀身亡，家属指控聊天机器人鼓励了他的自杀行为。公司 CEO 坦言，这个决定会让很多青少年用户失望，也会影响公司收入，因为未成年人占其2000万月活用户的 10%。在过渡期内，未成年人每天聊天时间先限制在2小时，然后逐步减少到0。为了确保禁令执行，平台将使用行为分析、第三方验证工具 Persona， 必要时还会用人脸识别和身份证核验。禁令后，未成年用户仍可使用平台的其他功能，
比如制作 AI 视频、故事和直播流。这种一刀切能否真正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心理学专家指出，突然切断依赖 AI 陪伴的青少年可能造成2次伤害，而且禁令只会把他们推向 ChatGPT 等其他没有年龄限制的平台。根本解决办法是，所有 AI 公司建立行业标准，限制能引发情感依赖的对话设计，而不是简单的把责任推给年龄验证。11. 环球音乐集团与 Udio 合作推出人工智能音乐平台。据法国 DNA 报道，全球最大唱片公司环球音乐10月29日与 AI 音乐生成平台 Udio 达成历史性协议，和解了版权侵权诉讼，并宣布将在2026年联合推出全新的 AI 音乐平台。就在去年6月，环球还和索尼、华纳一起起诉 Udio 大规模侵犯版权，指控其未经授权用他们的歌曲训练 AI 模型。但现在环球突然转向，不仅拿到了赔偿金，还签订了录音和版权许可协议。新平台最大的亮点是艺术家可以选择加入或退出，同意的歌手将获得 AI 训练费和用户订阅分成，不同意的作品则不会被使用。这个围墙花园式平台只允许用户在内部创作、分享和串流 AI 生成的音乐，不能随意外传。环球 CEO 称，这标志着健康的 AI 商业生态开始形成。但业内人士质疑，这会不会变成唱片公司用 AI 取代真人音乐家的开始？ AI 音乐合法化会拯救还是摧毁音乐产业？音乐版权律师认为，这个协议开创了先例，其他 AI 音乐公司会纷纷效仿签约。短期内能给唱片公司带来新收入，但长期看，如果 AI 生成音乐泛滥成灾，会严重挤压原创音乐人的生存空间，最终可能让音乐变成工业化流水线产品。12. Adobe 和 Google Cloud 的合作，推进创意工具中的人工智能发展。据财富杂志报道， Adobe 在10月28日的 Max 全球创意大会上宣布与谷歌云扩大战略合作，将谷歌最先进的 AI 模型，包括 Gemini、Veo 和 Imagen 直接整合到 Photoshop、Premiere、Adobe Express 等旗舰创意软件中。这意味着设计师和视频制作者以后可以在 Adobe 软件里直接调用谷歌的 AI 生成更高质量的图像和视频，不用再切换到其他工具。企业客户还能通过 Adobe Firefly Foundry 用自己的品牌素材定制专属 AI 模型，实现大规模生产符合品牌调性的内容。Adobe 首席财务官透露，目前公司已有超过50亿美元的年度经常性收入来自使用 AI 功能的用户。他们的目标是让这个比例达到 100%。合作也包括 YouTube。Adobe 的 Premiere 手机应用将新增为 YouTube Shorts 创作功能，让创作者直接编辑发布短视频。科技巨头 AI 联盟会垄断创意产业吗？行业观察家警告说， Adobe 和谷歌这种深度绑定可能形成新的技术垄断，小型创意软件公司将难以竞争，独立设计师也会越来越依赖这些大平台的生态系统，最终导致创意工具市场的寡头化，扼杀创新多样性。13. 印度研发出采用先进技术的无人驾驶汽车。据 Mazrab Humi 报道，10月27日，印度 IT 巨头 Wipro 联合印度科学研究所和班加罗尔 RV 工程学院，在班加罗尔推出了名为 Viren 的印度首辆本土研发无人驾驶汽车原型。这辆车已经能在校园内自主行驶，成功避让行人、动物和各种障碍物。项目历时6年开发，目前正在测试阶段。研究人员正在分析印度复杂的道路状况，从坑洼路面到流浪动物，确保技术能适应印度特殊的交通环境。此前，印度交通部长曾明确表示不会允许无人驾驶汽车上路，但如今本土企业的突破正在改变这一局面。这能否让印度在自动驾驶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汽车专家认为，印度的混乱交通反而是最严苛的测试场。如果技术能在这里成功，就能在全球任何地方运行。这可能让印度从技术落后者变成标准制定者。14. 欧洲中央银行开始为数字欧元做具体准备。据 NRC 报道，10月30日，欧洲央行宣布数字欧元项目正式进入下一阶段。在完成为期2年的准备阶段后，央行计划2027年启动试点测试，2029年正式发行。
数字欧元将像现金一样安全免费，但能在线上线下使用，即使没有网络也能完成支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强调，这是为了保护欧洲的货币主权。目前，欧洲69%的数字支付依赖美国公司如 Visa 和万事达。更紧迫的是，在特朗普政府支持下，美元支持的稳定币正快速扩张。欧洲必须拥有自己的数字货币来维护金融独立，这会削弱美国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吗？金融分析师指出，如果数字欧元成功推出，将打破美国对全球数字支付的垄断，重塑国际金融格局，这正是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关键一步。15. 礼来公司的替泽帕肽超越 Keytruda， 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药物。据 Stat News 报道，10月30日，礼来发布财报显示，其减肥和糖尿病药物替泽帕肽今年前3季度销售额达248亿美元。正式超越默沙东的癌症免疫疗法 Keytruda 的233亿美元，成为全球新药王。更惊人的是，速度替泽帕肽2022年才获批糖尿病适应症，去年获批减肥，仅用3年就登顶，而 Keytruda 用了9年。预计全年替泽帕肽将卖出322亿美元，这背后是全球肥胖危机催生的巨大市场。临床数据显示，替泽帕肽减重效果是竞品司美格鲁肽的 1.47 倍。制药行业格局正在改写，代谢疾病药物风头已盖过肿瘤药物。这种爆发式增长能持续多久？行业分析师预测，随着全球肥胖人口持续增加，GLP-1 类药物市场2025年有望突破700亿美元。替泽帕肽的统治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但价格战和生物仿制药竞争即将到来。16. 全球各地的法官发现人工智能生成的法律文书存在错误，并警告新用户。据美联社报道，全球法院正面临 AI 生成法律文件的严重问题。法国研究者统计，过去6个月至少490份法庭文件包含 AI 幻觉、虚假案例引用、伪造法官言论、捏造的诉讼当事人。10月，美国新泽西和密西西比2名联邦法官承认其办公室使用 AI 起草文件导致严重错误，引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严厉谴责。科罗拉多一位法官发现 MyPillow 公司律师提交的文书中有近30处错误引用。更荒诞的是，2023年纽约一名律师因提交 ChatGPT 编造的案例被罚款5000美元。法律专家警告，这些虚假案例一旦出现在法院判决中，将动摇整个司法系统的公信力。AI 在法律领域的应用边界到底在哪里？法律学者强调 ，AI 只能辅助而不能替代。律师和法官必须对每一个引用进行核查，便捷性永远不能凌驾于准确性之上，否则将付出毁掉职业生涯的代价。17. 礼来公司研发出口服减肥药和糖尿病治疗药物奥福格列酮。据印度时报报道，礼来公司的口服减肥药奥福格列酮正快速推进临床试验。10月15日公布的3期试验数据显示，这款每日一次的口服药在72周后帮助肥胖患者平均减重 12.4%， 约 23.7 磅，糖尿病患者也能减重 9.6%。更关键的是，它无需像诺和诺德的同类口服药那样空腹服用，可随时服用且不限制饮食。9月的头对头试验中，奥福格列酮在降糖和减重效果上全面超越诺和诺德的口服司美格鲁肽。礼来计划2025年底提交减肥适应症审批，2026年提交糖尿病适应症。分析师预测，口服 GLP-1 市场规模可达500亿美元。谁先抢占这个赛道，谁就掌握主动权。口服药会取代注射剂成为主流吗？医药专家认为，虽然注射剂减重效果更强，但口服药制造更简单，价格可能更低，有望大幅扩大治疗可及性，最终两者将形成高低端市场的互补格局。18. 加拿大法院授予温哥华都会区原住民土地所有权。据联合新闻网报道，8月7日，加拿大 BC 省最高法院在历时513天加拿大史上最长审判后，裁定 Cowichan 原住民对大温哥华地区列治文市 Fraser 河畔约750公顷土地拥有原住民土地所有权。这片土地曾是他们祖先的夏季渔村，如今遍布豪宅、高尔夫球场和蓝莓农场。
法官裁定，政府当年未经协商就将原住民土地出售给私人的做法，严重侵犯其土地权，部分政府持有的土地产权无效，需归还。BC 省长立即表态将上诉，明确的产权是抵押贷款和经济稳定的基石。法律专家预测，此案可能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如果判决成立， BC 省乃至全国的土地产权体系都将受到冲击，这会动摇加拿大的私有产权制度吗？原住民法专家指出，判决针对的是政府土地而非私人土地，但确立了原住民土地权高于后续授予的产权这一原则，未来可能引发更多类似诉讼和土地谈判。19. 加拿大牵头举行7国集团关于关键矿产联盟的会谈。据 CTV 新闻报道，10月30日至31日，加拿大在多伦多主持 G7 能源和环境部长会议，正式启动关键矿产生产联盟，旨在打破中国对稀土等战略矿产的垄断。加拿大能源部长霍奇森强调，该联盟将对抗市场操纵和价格波动。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中国控制全球 60% 的稀土开采和 91% 的精炼产能，从电动车、磁铁到精密导弹都离不开这些矿产。讽刺的是，会议召开数小时前，中国刚宣布与美国达成协议，同意暂停1年稀土出口限制。渥太华大学教授阿尔施纳指出，这只是把国家安全危机变成了高优先级政策问题，中国主导地位的根本问题丝毫未变。G7 能摆脱对中国矿产的依赖吗？战略分析师认为，中国真正的优势在加工能力而非储量。G7 需要数十亿美元投资和10年时间才能建立替代产能，短期内仍将依赖中国供应链。20. 中国承诺每年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美国农民对中国承诺购买大豆表示欢迎，但持续上涨的成本仍然令人担忧。据 ABC 新闻报道，10月30日，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中国承诺今年底前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未来3年每年至少购买2500万吨，这让美国豆农恢复了最大出口市场中国此前占美国大豆出口的 54%。爱荷华州农民尤沃尔特表示非常感激，但他强调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过去几个月，因无处存储大豆，基差价格一度比期货价低 1.5 美元。更大的压力是成本化肥、拖拉机、零配件和种子价格持续飙升，正在吞噬利润。美国农业部长罗林斯表示，中国还同意取消对美国农产品的所有报复性关税，并恢复购买高粱。这能拯救美国农民吗？农业经济学家指出，即使恢复正常采购，如果成本继续上涨而大豆价格不涨，农民利润仍将被压缩，许多中小农场可能面临破产风险。21. 科学家解释了一些系外行星如何产生自己的水。据 phys.org 报道，10月29日，《自然》杂志发表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某些系外行星能自己制造水。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霍恩团队用钻石针和脉冲激光重现了亚海王星系外行星内部的极端高温高压环境。结果显示，氢气大气与熔融岩石核心之间的化学反应能产生大量水，比此前估算多10到1000倍。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紧挨恒星的炙热行星仍然富含水分。银河系已知6000颗系外行星中，亚海王星最常见。现在看来，它们可能普遍富含液态水。这一过程可持续数十亿年，意味着海洋世界和潜在宜居星球可能比科学家想象的更普遍。这会改变寻找外星生命的方向吗？天体生物学家认为，如果行星能自产水，宜居带范围将大幅扩展。未来搜寻生命时，不应只盯着距离恒星适中的金发区，那些看似炙热的行星也可能孕育生命。22. 中国向印度公司发放稀土磁体进口许可证。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10月30日，印度外交部证实，部分印度公司已经拿到了中国稀土磁体的进口许可。这是今年4月中国对稀土实施严格出口管制以来，首次向印度企业开闸放行。要知道，印度汽车行业 80% 以上的磁体都依赖中国进口，没有这些材料，电动车根本造不出来。今年上半年，近30家印度企业排队申请许可证，却一个都批不下来，工厂库存告急，生产线快要停摆了。
这次中国松口是在上合峰会后逐步恢复供应，印度总算松了一口气。这对印度自主制造的雄心会产生什么打击？其实，印度虽然拥有世界第3大稀土储量，但加工能力几乎为零，每年只能精炼1万吨，而中国是20多万吨。贸易专家指出，印度想摆脱对华依赖，至少还要10年时间。23研究揭示，遗传因素是慢性创伤性脑病的一个促成因素。据医学快讯报道，10月30日发布的最新研究发现，慢性创伤性脑病不仅仅是头部反复受伤造成的，患者大脑内部还存在隐藏的基因损伤。这种病多见于橄榄球运动员和经历过爆炸的士兵身上。以前专家们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有些人受了同样的伤却会得这个病，有些人却安然无恙。现在研究团队检查了橄榄球运动员等患者的大脑组织，发现他们脑内的基因已经出现了异常变化。这说明慢性创伤性脑病的形成可能不光是外力打击这么简单，遗传因素也在悄悄推波助澜。这一发现将如何改变对运动员的保护策略？神经科学专家认为，未来可能需要对高危运动员进行基因筛查，提前识别易感人群。波士顿大学脑病研究中心表示，这为开发针对性预防措施打开了新思路。24参议院投票决定终止特朗普对100多个国家征收的全球关税。据卫报报道，10月30日，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7票通过决议，要终止特朗普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征收的关税。特朗普今年4月一意孤行，宣布对等关税政策，搞得全球市场鸡飞狗跳，美股3月份暴跌超 5%。这次投票，连4名共和党参议员都倒戈了，包括前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他警告说关税会带来政治毁灭。特朗普气得在社交媒体上破口大骂这4人不忠诚。不过，这个决议接下来还得过众议院这一关，而共和党牢牢控制着众议院，根本不会让它通过。即便众议院奇迹般通过了，国会还需要2/3绝对多数才能推翻总统否决，几乎不可能。这场关税闹剧最终会如何收场？经济学家指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经让美国消费者承担了越来越大的成本负担。德意志银行估算，对等关税将使美国平均关税率从5%飙升至4.8%。这场政治博弈很可能以经济衰退收场。25中国向俄罗斯供应无人机零部件，影响美国在乌克兰的利益。据乌克兰新闻社报道，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今年6月的报告显示，俄军主力无人机天竺葵-2秒中，中国制造的电子元件比例已从2023年的 30% 飙升至 65%， 首次超越美国零件成为最大来源。这些零部件包括深圳生产的电机、宁波制造的导航模块，通过香港、土耳其等中转站辗转进入俄罗斯。报关单据上竟然标注的是农用设备配件。讽刺的是，乌克兰自己 99% 的无人机零部件也依赖中国供应。中国外交部多次澄清，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这些都是民用零部件的正常贸易。这场无人机供应链暗战将如何影响俄乌战局的走向？军事分析专家指出，中国控制着全球 80% 的商用无人机市场，双方都离不开中国供应链。美国战略研究中心认为，这凸显出全球供应链监管的薄弱环节，单纯制裁无法解决问题。26拉脱维亚议会投票决定退出伊斯坦布尔公约，该公约旨在防止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据比利时新闻报报道，10月30日，拉脱维亚议会经过13小时激烈辩论后，投票通过退出伊斯坦布尔公约的决议。这个公约是欧洲首个保护妇女免受暴力侵害的法律文书，去年5月才在拉脱维亚生效。右翼反对党联合执政联盟中的绿农联盟一起投票赞成退出，理由竟然是公约推广性别理论，鼓励性实验，危害儿童。投票前一晚，5000多人在议会外抗议，举着不要碰伊斯坦布尔公约的标语，就连北欧议会议长们都写信表示关切。国际特赦组织更是怒批这是对妇女权利的毁灭性打击。拉脱维亚此举会在欧洲引发什么连锁反应？妇女权益专家警告，如果总统签署这项法律，
拉脱维亚将成为继土耳其2021年退出后第2个退出该公约的国家，也是欧盟首个退出重要人权条约的国家，这会助长整个欧洲的反人权运动。27，美国大幅削减难民接收数量，优先接收来自南非的阿非利卡人。据法国《世界报》报道，10月3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2026财年难民接收上限为7500人，创下历史最低纪录，比拜登政府的12.5万人暴跌94%。更争议的是，这7500人中，大部分名额留给了南非白人阿非利卡人，也就是荷兰殖民者后裔。今年5月，首批59名南非白人难民坐包机抵达华盛顿，美国副国务卿亲自到机场迎接。与此同时，超过12万名已获批的其他国家难民被无限期叫停，包括曾与美军并肩作战的阿富汗人。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怒斥这59人是懦夫，指责他们逃避问题。南非外交部讽刺说，美国一边给经济最优越的人难民身份，一边驱逐真正的弱势群体。这种选择性难民政策会对美国国际形象造成什么损害？移民政策专家指出，特朗普以种族迫害为由接收南非白人，实则是变相的种族优先政策。华盛顿难民组织负责人讽刺说，现任总统只乐意接受长得像我们的难民，这已经彻底改写了难民政策的初衷。28 A 本研究人员研制出可用于晶圆代工的超导半导体。据澳大利亚生物工程与纳米技术研究所报道，10月30日，昆士兰大学 A 本研究团队宣布实现了量子研究领域的圣杯，在半导体中实现超导性。这个困扰物理学家60多年的难题终于被攻克。研究人员利用精密晶体生长技术，成功让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的半导体者在无电阻状态下导电。这项突破的关键在于，他们通过原子级精确控制，制造出了锗加3层结构与硅层交替排列，实现了原子界面的精准操控。这意味着超导半导体首次具备了晶圆代工的可行性，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理论概念。这对下一代量子计算芯片的商业化意味着什么？量子计算专家指出，超导半导体是构建量子电路的关键材料。这次突破为量子计算机的规模化生产铺平了道路。目前，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由台积电主导。如果超导半导体能实现量产，将彻底改写芯片制造游戏规则，开启量子芯片时代。29 Sora 应用程序逼真的 AI 视频引发信任担忧，下载量也随之增加。据康涅狄格新闻报报道， OpenAI 在9月30日推出的 AI 视频生成应用 Sora， 5天内下载量突破100万次，增速超过了 ChatGPT， 还冲上了美国 App Store 榜首。这款应用能让用户输入文字就生成10秒超逼真视频，甚至可以通过 Cameo 功能把自己或朋友的脸替换进去。但问题来了，用户疯狂制作未经授权的名人视频，迈克尔·杰克逊说脱口秀，罗宾·威廉姆斯的 AI 复活，马里奥从游戏跳进现实世界，好莱坞经纪公司集体炸锅，指责这是剥削而非创新。美国电影协会要求 OpenAI 立即采取行动。深度伪造专家警告说， Sora 最大的风险是让人无法分辨真假，侵蚀我们对真实内容的信任。AI 生成视频泛滥会把互联网带向何方？数字取证专家指出，虽然 Sora 给视频加了水印，但这些水印很容易被去除。前 CIA 数字创新副主任表示，用肉眼识别深度伪造几乎已不可能，整个社会正笼罩在真假难辨的迷雾中，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网络信任体系。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